创造金钱并不可耻和悲哀，赚钱本身也没有对错，而可怜和悲哀的是你对金钱的看法与观念，以及你对待金钱的方式。付出达成多赢和你挣钱多少无关，唯一有关的是你是否真心愿意分享，真心乐见每个人都成功。你越真心，你在心中种下的种子就越有力，结的果实一定特别甜。在经典教义里，钱本身没有错，何况拥有较多资源的人比没有的人更能多行善事。问题的关键是要用什么方法去赚钱，钱从何而来，如何让它源源不断，以及对钱的心态。事实上，赚钱也可能成为修行的一部分。我们应该享用金钱，换句话说，我们应该知道如何能一边赚钱一边保持身心健康。大家好，感谢大家观看本期内容。迈克尔·罗奇，一位经历奇特的美国人，他1952年出生，以优等成绩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。此后他前往印度，成为一名受戒的佛教僧人，然后潜心钻研佛法25年，并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格西学位的美国人。格西学位是藏传佛教格西中级别最高的学衔，也是藏传佛教显宗中最高的学位。每位申请格西学位的考生必须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的祈愿大法会期间，通过三大寺高僧提出的佛学疑难问题的答辩，并得到认可，才能获取这一宗教学衔。当迈克尔·罗奇回到美国后，他把自己在《金刚经》中领悟到的空性运用到自己的商业经营上，贷款和朋友创立安鼎国际钻石公司。该公司以5万美元的资金起家，到了1998年，安鼎已经是一家年营业额超过2亿美元的全球大公司。在自己的钻石公司财源滚滚而来之际，迈克尔·罗奇却全身而退，开始专职于教授佛学、著书、演讲，同时也研究梵文、藏文以及俄文。他设立了一个名叫正悟商业机构的组织，专门教导商界人士如何透过禅修来增长创意与智慧，加强业力中善良一面的力量。此外，他也积极地进行西藏色拉寺的重建整修工作，这就是迈克尔一直在全世界各地宣讲的幸福经商之道。他不仅帮无数人赚到财富，更启发他们去收获幸福。然后有佛商之称的迈克尔，把他的商界体验写成《当和尚遇到钻石》一书，一上市就博得好评。这本书被不断翻印，并先后译成25种语言。迈克尔最常说的一句话是：我最爱的一本书就是《金刚经》，因为它改变了我一生。接下来，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迈克尔与中国记者之间的一次谈话记录，希望大家能从中得到些对金钱的领悟。记者问：你喜欢中国吗？对中国最深的印象是什么？迈克尔说：我非常喜欢中国，每年来一次。我曾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寺庙住过很多年，跟中国的缘分很深。对中国最深的印象是，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，有着世界文化史上最闪耀的经典著作，包括我最爱的《金刚经》。记者问：你第一次读到《金刚经》是在哪里？迈克尔说：我20岁大学毕业那年，我最爱的爸爸妈妈过世了，之后我又失去了弟弟。家庭的变故对我打击特别大，我想不通人为什么会死。既然人终有一死，那我勤奋读书拿奖又有什么意义？那段时间我的世界特别灰暗，我不断否定自己，不知道活着的意义。后来听说印度有禅修学院，就收拾行李飞到那里，开始僧侣生活，接受非常系统的佛法学习。第一次读到《金刚经》是在课堂上，虽然看不懂中国字，但对它有种莫名的好感。记者问：你认为《金刚经》在讲什么？迈克尔说：缘起性空。记者问：你为什么又选择重回美国做生意？迈克尔说：在我有了扎实的佛学基础后，我的老师鼓励我回美国做生意。他说，虽然寺院是学习佛法智能的理想场所，但忙碌的美国办公室才是真正的生活，也是检验你这些年学习成果的最佳实验室。
刚开始我对他的话一点都不在意，我对美国生意人那种贪婪冷漠的形象没一点好感。师父看穿我的心思，有一天召集了一群受教育程度很高的学生，做了关于佛法与商界的开示，让我明白小隐在山林，大隐在市朝的道理。所以我跟老师们告别，回了美国。我曾经在1975年的某次禅坐中观知自己未来会从事钻石行业，因此就试着找钻石买卖的工作。可是珠宝行业在当时非常家族化，没人愿意应聘陌生人，结果可想而知。不过有位好心人建议我去纽约的宝石学院先修几门宝石鉴定课程，一来可以学到专业知识，二来可以结识人脉。听了他的话，我果然在宝石学院认识了后来的生意伙伴。记者问，很多人说无奸不商，做生意是不是违背你遵循的佛法经义？迈克尔说，我做生意有3个原则。第一，做生意就要成功，就要赚钱。在经典教义里，钱本身没有错，何况拥有较多资源的人比没有的人更能多行善事。问题关键是要用什么方法赚钱，钱从何而来，如何让它源源不断，以及我们对金钱应抱有什么样的心态。事实上，赚钱也可能成为修行的一部分。第二，我们应该享用金钱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应该知道如何能一边赚钱，一边保持身心健康。一个拿自己的身体健康去换钱的生意人，完全不懂得经商的目的。第三，一个人要是在最后回顾自己事业时，能非常坦然地说一句，这些年的奋斗对自己、对世界都有意义，那他真的是一个太成功的商人了。不论是做生意赚钱，还是修行古老的西藏智慧，都是为了充盈我们的生命，达到内在与外在的和谐统一。只懂得赚钱却不顾自己与他人利益的人，根本不配成为商人。记者问，怎样在生意中活用经典智慧，赚到更多钱？迈克尔说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。如果你现在有10万美金，想让它变成100万美金，你会怎么做？存进银行吗？存银行安全系数的确很高，但估计到你临终的那一天也没办法拿到100万，银行利率太低了。开餐馆吗？几年前我有个好友恰好有10万美金，他用这笔钱投资了一家非常气派的餐厅，可没多久就被迫关门，10万块钱都打了水漂。那投资房地产吧。我有个朋友10几年前，他在纽约最值钱的小区花10万美金买了一套小公寓，准备将来转卖，就在世贸大厦隔壁。结果2001年发生的那次事件，他的房子都转卖10多年了，还是没出手。投资股票嘛，还不如前3个选项呢。你只要这么一直往下追问，就会发现挣不挣钱和你是不是开餐馆、投资房地产、投资股票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餐馆、房子和股票本身并没有错，它的本性是空的。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它可以有无限可能性，可以让你赚钱，也可以让你赔钱，因此才让我们有机会利用它。所以一夜醒来，10万就变成100万，这不是没有可能，只要正确利用空性原理就可以办到。记者问，有什么可实际操作的简便方法吗？迈克尔说，如果把我们的心比喻成一台录像机，24小时开机，持续记录经由我们眼睛、耳朵以及思想等各个部位感知的每件事情。当你看见自己伸出援手帮助一位陷入困境的部属，一颗好的种子就种在你的心中。当你看见自己对客户或供货商撒了个小谎，你的心里就种下了一颗坏种子。种子总有发芽开花的一天，如果你一直种坏种子，将来只能自食苦果。只有不停种下好种子，才可以收获成功幸福的果实。比如公司财务状况不稳定，一直处于长期亏损状态，想解决这个问题，你要把获得的利润多多分给那些帮助你创造利润的人，绝对不取不义之财。记住，你能分到的利润多少并不是问题的重点，你愿意去分享的心才是整件事的关键。再比如，你比其他人更早看见了一个成熟的商机，可是你资金不足，到处筹钱无果。解决办法很简单，
从此以后不再扮演一毛不拔的吝啬鬼，你必须不停地付出、给予，制造多赢的局面。付出达成多赢和你挣钱多少无关，唯一有关的是你是否真心愿意与人分享，真心愿意让每个人都成功。你越真心，你在心中种下的种子就越有力，结的果实也一定特别甜。金钱本身没有对与错，它给你带来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都是来自你自己的观感。这些观感不是无中生有的，它们是你过去的行为所产生的外在结果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因果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不知道《金刚经》里是不是也有那么一句话对你影响深远呢？期待大家在视频下方留下你最喜欢的那句话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